我不得已参加了这场未知的挑战，因为唯一知道姐姐线索的人也在这里。我艰难地睁开了眼，诡异的红色光晕让房间显得格外压抑。还不等我起身查看，房间里却响起突兀的电子音。本轮挑战需要3位玩家相互合作，找到每个房间的隐藏数字，输入正确的3位密码，即可打开房门。祝您玩得愉快。紧接着，电子屏幕上就显示出了有关智能点的得分规则。单独逃脱的人都获得3个智能点，全部逃脱则各获得1点。如果只有2人脱逃，则2人各获得2点，而被困者会被扣除1点。我正认真地分析着规则，屏幕下方却开启了倒计时。我赶忙起身在房间探索，却发现房门被紧紧地锁住。除了墙上的灯之外，就只剩下房间正中央的操作台了。对于这里的挑战任务，我并不感兴趣。我现在只想找到李梅，因为姐姐最重要的东西就在她的手里。能听到吗？突然出现的声响吓了我一跳，我四处寻找，发现声音就来自那个操作台上。3号房的图标亮起，显示正在通话，看来我们只能通过操作台来相互沟通。我赶忙问出了自己最关心的问题：你是李梅吗？李梅？没听说过。我感到有些沮丧，明明之前确认过，她今晚会来参加挑战任务。你找李梅干什么？另一个人突然开口说话，他的语气冰冷。虽然他没有承认自己是不是李梅，但我知道他一定和李梅有些关系。可面对我后续的问题，他一直保持沉默。我不管你是李梅还是红梅，倒计时结束前不走出这里，就彻底输了。我来这里就是找李梅的。你是第一次参加挑战任务吧？听着他笃定的语气，我无比的震惊。2号他是怎么知道的？这时我发现3号的头像已经变成了灰色。我查看了操作手册才知道，现在的情况是2号和我建立了单独的通话，交谈内容也只有我们2个能听见。你和李梅是什么关系？为什么要找她？我找她有急事，但我只能跟她说，帮我离开这里，我就可以帮你找到她。果然和我预想的一样，她确实认识李梅。可我要不要相信她？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真的？信不信由你。如果你想与我合作，就在公共频道咳嗽3声。还没等我说话，3号的头像就亮了起来。我刚才说的你们有没有听到？一共就30分钟的时间，别墨迹了。看着倒计时的时间不停流逝，我现在好像没有任何的选择，看来只能试一试了。我在显示器前用力地咳嗽了3声，果然一直沉默的2号开始说话。既然要相互合作，我们先确认一下各自的房间里都有什么能用上的线索。听后我立刻回答，尽可能详细地描述了自己的房间。原本我还期盼他们的房间中没有特殊的物品，可没想到所有人的墙壁上都有7盏颜色相同的灯，但每个房间亮灯的数量不同。2号房间里是3盏，3号房间里是2盏，而我的1号房间里足足有6盏。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密码就是灯亮着的数量？我思索着3种数字的组合变化，只需要6次就可以找到正确的密码。可我却发现，在输入密码的界面下方有着一行提示，每人只有2次尝试密码的机会，机会用完便视为挑战失败。我有些犹豫要不要去尝试，可忽然电子音又响了起来，3号房间数字输入错误。紧接着公共频道里就传来了3号的抱怨声。为什么不是这个密码啊？好奇怪呀！难道你也是第一次参加挑战任务？怎么这么鲁莽？不知道讨论一下吗？反正每个人都有2次机会，这是我的选择，你管不着。听着他和2号互相拌嘴的声音，我却陷入了沉思。这些灯到底是在表达什么意思？而且密码的数字范围是从1至9，但房间里灯的上限却只有7个，这又该如何解释？你是不是也发现了什么？2号突然传来的声音吓了我一跳。看着我们独立的通话，我才说出了自己的判断。3号已经尝试过了，虽然密码跟灯有些关联，但绝对不会这么浅显。没错，我也是这样认为的，并且我仔细观察了房间，3面墙上没有留下任何特殊的痕迹，所以线索应该还是和灯有关。但我总觉得这些灯好像符合某种规律。什么规律？看着他焦急的样子，不论我有没有合理的推测，现在都是打探李梅消息的最佳时刻。我可以告诉你，但至少你要证明一下你确实有我需要的信息。2号沉默了，他仿佛没有料到我会这样做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才
才艰难地开口。李梅是我的大学同学，她曾是 Black 基金会的一员。如果你知道李梅，就能判断我这条信息的真假。听到消息后，我无比的震惊，李梅居然还和这个组织有关。可根据姐姐的调查记录来看，她应该比李梅更早就来到了麻吉公寓。那姐姐又和她是什么关系？无数的问题和猜测在脑海中涌现。你在骗我！2号的语气透着阵阵寒意，已然识破了我的试探。在挑战结束前，我不会再告诉你任何有关李梅的线索。他气愤地挂断了通话，还没等我来得及回拨，3号又单独接通了我的通话。我知道你们两个在背着我讨论密码。他这个人在麻吉公寓是出了名的狡诈，你跟我组队，两个人一起逃脱挑战，收益才是最大的。为了表明我没有骗你，我可以告诉你一个重要的线索，但前提是你要把你们解出来的密码告诉我。他说的没错，一想起2号那些可疑的反应，也许我不应该那么信任他。思索片刻，我便答应了他的要求。我在第一次尝试密码错误后，屏幕上显示我输入的所有数字都是错的，也就是说，真正的密码不包含2、3、6，而且每次挑战任务里都会有一个明确的指向，只要细心观察就能发现密码。这条线索仿佛一盆冷水，瞬间浇醒了我。看着倒计时还在不停地流逝，一瞬间我想通了一切。我终于明白为什么灯的上限是7个，所以正确的密码应该是917。刚搬来这里时，我就注意到了楼下的地下室，那黑漆漆的楼梯透露着阴冷，仿佛里面藏着什么可怕的东西。但房东却让我不要在意，可住的时间越长，我越感觉不对。地下室里经常发出诡异的声响，那声音听起来断断续续的，好像是在哭，又好像在唱歌。每次听到我都感到一阵心慌，甚至路过楼梯口的时候，我的心里都会咯噔一下。可在我的追问下，房东却警告我千万别下去。面对他的答复，我感到十分费解。地下室里到底有什么？这诡异的气氛总是让我感到隐隐不安。不过好在对门是个温柔的老婆婆，她做了什么好吃的都会给我一份，每天上班也会和我打招呼。但好景不长，我终究还是撞见了诡异的事。那天我因为公司加班回家晚了些，然而就在我刚走到楼门口的时候，我忽然发现对面的赵奶奶正面无血色的一步一步向着地下室走去。她缓慢地消失在了地下室的转角，紧接着那诡异的歌声就响了起来。我吓得根本不敢呼吸。赵奶奶这是怎么了？我赶紧掏出手机看了看时间，刚好凌晨12点。这可怎么办？我回忆起赵奶奶平日对我的关照，她就像是我的亲奶奶一样。我咬了咬牙，还是颤抖着走了下去。楼道一片漆黑，我只能打着手电慢慢走，墙壁污秽不堪，而且越往下走越感觉冷，发霉的味道和潮湿的空气混合在一起，显得地下室更加恐怖。那一层短短的路，我好像走了很久很久，每一次挪动脚步我都提心吊胆。终于我来到地下室的门口，可那诡异的歌声还在继续。我顺着声音看去，有一扇门的门缝里露出一丝微弱的光。我轻轻地推动了房门。赵奶奶，你在里边吗？我有些胆怯地询问着。房间里正亮着一盏昏暗的灯泡，门口的桌子上放着一台老式的收音机，正放着戏曲。我有些局促地走进屋内，眼前的沙发上坐着2个人，他们背对着我，看不清面容，不过通过轮廓还是能看到，其中一个人正是赵奶奶。我绕过沙发走到侧边，发现赵奶奶目光呆滞，嘴里好像念叨着什么。赵奶奶，我有些紧张地呼喊了她一声，只见赵奶奶抬起头，露出了一个笑脸。我松了口气，主动地靠了过去，可走近之后，眼前的一幕让我汗毛倒立。赵奶奶身边竟然坐着一个人偶，我大口地喘着粗气，双腿不停地打颤。微弱的灯光照在赵奶奶的脸上，枯槁的面容透露着一丝凄凉。吓到你了吧，孩子？看到我惊慌的样子，她转过头看了看身边的人偶。这个呀，就是我的老伴儿，只不过他3个月前走了。赵奶奶眼里带着泪珠，慢悠悠地给我讲述着。原来前段时间赵奶奶的老伴走了，子女也不在身边，这个家里只剩她自己了。而她也患有严重的静脉硬化，每天晚上都会被疼醒。以往都有老伴给她按摩缓解，可现在已经没有那个人在她身边了。她只能在地下室里放着她老伴最喜欢的戏曲，假装她一直还在。赵奶奶笨拙地擦着眼泪。那以后你再不舒服就来找我好不好？我也可以给你揉一揉。自从我下了车，那卖糖葫芦的大叔就一直咧着嘴笑。芊芊，你回来了。那诡异的眼神让我不寒而栗，因为我根本就不认识他。
已经10几年没回来了，这里的一切还是那么熟悉。我回来啦。怎么没人接我呢？好香呢，做什么好吃的啦？哎，家里怎么没人呢？这是什么？欢迎回家。如果是一个人在家，请遵守以下规则：一、千万别离开家，因为他不想让你离开；二、柜子是安全的，一定要躲起来；三、不要轻易打开信封，危险的时候他可以救你一命；四、别被他捉到，因为他不是人；五、如果听到有人喊你的名字，千万别回答。我看着眼前的规则感到有些奇怪，可这时屋外突然传来了敲门声。谁？你谁啊？芊芊，难道是这个规则上说的？嘶哑诡异的声音还在叫着我的名字。对了，规则上说柜子是安全的，我是不是应该躲进柜子里？我急忙跑进了屋里，可眼前的一幕却让我愣在了原地。这是什么？被子下面好像躺了一个人。我尽力不发出任何声音，一点一点地靠近柜子。为什么镜子里看不到我自己？这太奇怪了。我赶忙躲进了柜子里，仔细听着屋内的声音。这时一阵拖沓的脚步声响起，那个人要进来了。他在干嘛？难道他真的在找我？藏好了吗？现在可要抓你了，会不会在这里？那声音一直围着我徘徊，转来转去的。我该怎么办？因为规则里说他根本不是人。有没有可能在这里？原来不在这里。我仔细地听着他的动向，他好像走远了。可他到底是谁？为什么要找我？直到他脚步声消失，我才从柜子里出来。这时我才发现床上竟然躺着一个巨大的草人，眼前的一切实在是太诡异了。这是什么？规则里说的信封就是这个吗？可为什么不让打开？算了，等逃出这里再看吧。趁他还没注意，我得赶紧离开这里，而现在就是逃跑的好机会。然而就在我即将逃出去时，找到你了，芊芊，找到你了。怎么办？对了，那个信封果然有用，他的动作停下来了。我已经打开信封，可为什么他还不放手？难道是因为规则？那我怎么才能离开这里？我拼命的想要挣脱，可没有丝毫办法。他到底要干什么？芊芊，你又要走了，还在生爷爷的气呢。爷爷，这声音是爷爷。好久没回家，我都听不出来了。芊芊，吃个鸡蛋。藏好了吗？现在可要抓你了。原来不在这里。爷爷，你真笨，这都没看见。芊芊，咱们下次买好不好呀？不理你了。对不起，爷爷，我回来晚了。爷爷，爷爷走了，我再也没有机会跟他道歉了。我颤抖地打开爷爷给我留下的信封，是远处再次传来了熟悉的叫卖声。冰糖葫芦，3元一串，3元一串。震惊惨案，麻吉公寓遭遇黑熊入侵，无一生还。我惊恐地看着帖子中的照片，因为这正是我所在的小区。下一秒，门外就传来了摩擦指甲的声音。这是我放假期间刷到的帖子，本来没当回事，可帖子中还放着受害者名单，看起来就和真的一样。就在这时，房门突然传来了刺耳的声响，我吓了一跳，站立地走到门边，探头往猫眼看去，可外头黑漆漆的，什么也看不见。也许是我听错了吧，一定是受到那帖子的影响，才会出现这种错觉。我又一次看向了帖子，这才发现这篇帖子居然是5天之后发布的。我忍不住翻了个白眼，这么明显的恶作剧，还会有人相信吗？我接着往下翻去，可帖子的内容却越来越瘆人，也越来越真实。在5月2号这天，有一只黑熊进入了麻吉公寓，这只黑熊非常的邪门，听说还可以像人一样思考。突然，黑暗一瞬间笼罩了我，我吓得尖叫出声。怎么回事？
我试了试开关，可灯没有丝毫的反应。难道是停电了？我皱起眉头，隐隐感觉到了一丝不安。跟帖的人越来越多，当网友把受害者的照片发出来时，我的血液仿佛都凉了几分，因为照片里的人竟然就是我。原本以为是谁 P 的图，可照片中的那人左手虎口的位置有颗黑痣，这件事只有我自己知道。如果照片不是假的，那么只有一种可能，这个帖子真的来自于5天后的未来。也就是说，在今晚会有一只黑熊闯入麻吉公寓，然后将我们所有人都杀光。我一下就想到了刚刚门口传来的异响，那有可能并不是我听错了，而是那只黑熊已经进来了，正用锋利的爪子尝试开门。想到这儿，我额头一下全是冷汗，就想着把这个事告诉小区的保安，可我发现手机根本截不了图，一旦我尝试截图就会死机。可是没有证据，我该怎么让别人相信我？我也不能找帽子叔叔，因为这件事还没发生，就算我跟他们解释，可没有证据的话，帽子叔叔也会觉得我疯了吧。正当我犹豫该怎么办时，一个十分细微的声音吸引了我的注意，像是有什么东西正在用指甲敲击着房门，一下又一下，十分规律。我突然想起自己刚才发出的尖叫声，如果那黑熊就藏在门外的话，那是不是更让他确定了我就在房间里？一想到那黑熊可能已经来到我门口，我后背汗毛耸立。可不知道为什么敲门声响了一会就停止了，我吞了口口水，实在没有勇气再去看猫眼。周围仿佛陷入了一片寂静。不对，太奇怪了，我突然发现刚刚忽略掉的细节，邻居们为什么会这么安静？我住在503、502是一家3口，孩子刚刚1岁，经常哭闹。我明明刚才发出了那么大声的尖叫，却没能听到孩子的哭声。而且对门501的小伙子是个游戏主播，平时就吵吵嚷嚷的，现在也没有任何动静。突然有脚步声从门外传来，似乎是停在了501的门口。有人敲了501的门，阵阵的敲门声让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。我屏住了呼吸，不敢发出任何声音。突然响起的铃声吓了我一跳，原来是业主群发了新消息，我们维修人员需要挨户检查各位业主家的电力设备，会有进门检查的可能，辛苦各位业主配合一下。原来是维修人员，我长吁了一口气。几秒后，关门声响起，看来是维修人员进去了。可我等了半个多小时，都没听到开门声再响起，检查电力要这么久，我有些困惑和不安。想了想，我掏出手机在业主群询问物业电力维修需要多久，可物业却说一般10分钟左右就会搞定，但我们的维修师傅还没到，请耐心等待一下。刚刚的维修人员是谁？我紧张的大气都不敢喘，缓缓地透过猫眼向外看去，依旧还是什么都没有。我连忙给501发了消息，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回复了我：姐，我家水管破了，大晚上找人修呢。我给他打着手电筒修了半个多小时了，也没弄好。我松了口气，心想自己真的太疑神疑鬼了。也就在这时，业主群里有人说话了：501，你家水管怎么还没修好啊？弄得现在我家卫生间里都是水，把家具弄坏了你赔。打电话你也不接，你给我等着。我记得401的男人5大3粗的，看起来就不太好惹。我连忙在物业群里发了消息，艾特所有人，今晚感觉不太太平，大家尽量不要出门。不过没人理我，也是，我突然发这么一条奇怪的消息，要我看见了也只会当作没看见。很快，我听到了401上来的声音，他怒气冲冲地猛拍501的门。过了一会儿，501的房门缓缓地打开，虚掩着一条2指宽的缝隙。501，你人呢？我听到401站在门口大喊的声音，很显然501并没有出来。透过猫眼，我看到401的男人一直站在门口，好像在犹豫着什么。因为501家里实在太黑了，黑的有点不正常，连一点光都没有透出来。我明明记得501刚刚还说是给水管工打着手电修水管，那怎么可能一片漆黑？我吞咽了一口口水，紧张的心突突的跳。赶紧出来呀！我知道你在家，不出来我就进去了。男人气不过，伸手用力一推，可门却只推了一半，就好像有什么东西正站在门后抵着门一样。震惊惨案，麻吉公寓遭遇黑熊入侵，无一生还。我惊恐地看着对门房间的情况，帖子说的居然是真的，我们小区果然闯进了一只黑熊。我紧张地看着门外的一切，那只黑熊现在就在501的门后，我头皮一阵发麻。楼下401的男人也被眼前的一幕吓了一跳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下一秒，一只巨大的熊爪飞快地从门后伸出，男人被猛地拉进门内，在一阵短促的惨叫后，便很快就安静了下来。我心脏疯狂地跳动，捂住嘴巴，尽量让自己不发出任何动静。毛骨悚然的响声从门外传来，我满头冷汗，颤抖着攥着拳头，手指关节被我捏得发白。最开始进入501的维修工，难道就是那只黑熊？这只黑熊远比我想象中的要聪明，甚至更加狡猾。看样子帖子说的没错，黑熊会慢慢吃掉公寓里所有的人。可如果我们都不开门的话，黑熊又是怎么进来的？我连忙回到那个帖子，一会儿没看又多了不少评论。嗨，你是不知道，听说那黑熊邪得厉害，它能从窗户里爬进来。哈，不是吧？麻吉公寓一共有8层啊，它这么高怎么爬进来？这是熊又不是蜘蛛侠。知道黑熊能从窗户里爬进来的那一刻，我立即冲到家里的窗前，将所有窗户和阳台的门都锁好。可我不禁还是觉得有些奇怪，死了那么多人，难道没有人发现黑熊进入了小区？帖子里还在不停地回复着，所以说那黑熊邪呀，
之所以住户没听到什么声音，据说是那黑熊一开始就吃掉受害人的舌头。别说了，别说了，我要睡不着觉了，害怕。我后背渗出黏腻的冷汗，难怪我刚刚只听到男人发出一声短促的惨叫。正当我准备关阳台窗户时，我突然瞥见了对面大楼窗户的反光，刚好照出了501屋内的情况。透过反光，我看到了一个体型十分壮硕的黑影，正站在客厅里。这应该就是那只黑熊吧？只见他就像是人一样用2只脚站着，并且我看他的动作好像是在模仿人穿衣服。我感觉无比的恐惧，可他忽然像是有所察觉一样，眼神突然猛地朝对面斜斜地看了过来。我吓了一跳，赶紧拉上了窗帘，悄悄缩了回去。我连忙拨打了报警电话，说明了现在的情况。帽子叔叔收到消息后，便让我找到安全的地方躲起来。可我们这栋楼还有那么多的人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出事。随后，我急忙在业主群里编辑信息：马几小区闯入了黑熊，如果有人敲门，千万别开门。咱们小区以前是一片荒山，虽然有人看到过熊出没，但当时山上的野生动物早就送到动物园了。今天休息谁这么无聊在这里恶搞大家？群主快给他踢出去！我看是503的业主，这次来的是熊大还是熊二？有没有光头强？哈哈哈哈！看着他们玩笑似的回复，我焦急地继续打字。现在我对门的501和楼下401的业主很可能已经遇难了，大家不要再开玩笑了。遇难？你怎么张嘴就说瞎话？501呢？出来说句话！在群里片刻的沉寂后，没想到501真的回复了消息。是吧？啊，then JKRH， 怎么回事？一瞬间我汗毛倒立，难道是那只熊？你看人家回复了，还说人家遇难了，503太损了，谁说不是？赶紧给人家赔礼道歉。我看这个503就是无聊消遣别人，你要是无聊可以来我家里玩玩。小妹妹，看着群里的信息，我感到一阵无奈，但不论怎样，不能再让黑熊继续造成伤亡了。黑熊对死掉的动物不感兴趣，关键时候装死可以防止黑熊造成危险。我陆陆续续的又在群里发了几条躲避黑熊的科普，希望这些可以帮到其他人。这时群里有人猜测我是不是遇到了危险，正在求救，大家议论纷纷。平时跟我关系最好的张叔主动提出来看我，我连忙阻止。就在我准备给他打电话时，门口突然传来了一阵细小的声音，我瞬间屏住了呼吸，那声音就像是故意踮着脚尖走路，慢慢的向着我家走来。是那只黑熊吗？我忐忑地向门外望去，可通过猫眼发现外面依旧是一片漆黑，不能确认门外的情况，我感到十分焦急，我到底该怎么办？对了，也许帖子里会有黑熊的信息，我连忙打开帖子往下滑去。下面的评论中，我突然注意到了类似黑熊复仇的字样。复仇？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是我们伤害了黑熊？所以……还没等我想清楚，门口的电子锁却不停地传来电子音。人连解锁失败，人连解锁失败。紧接着门外便陷入了一片寂静，我警惕地向着门口移动。可当我看清门外情况的时候，我只感觉脚下一软，一只黑熊的脸正凑在门前，血红的眼睛正四处查看着。人连解锁失败，人连解锁失败。电子锁不停地响着，突然巨大的咆哮响彻整个楼道，我甚至能从他嘶吼的声音中听到打不开门锁的愤怒，而我面前的铁门也被那只黑熊砸得有些变形。我赶忙躲进柜子里，颤抖地听着门外的情况，可不知道为什么门外的电子锁却响起了不一样的声音。人连解锁成功，欢迎回家。震惊惨案，麻吉公寓遭遇黑熊入侵，无一生还。我躲在柜子里紧张的不敢喘气，因为我知道那只黑熊已经闯进我家了。桌上的物品纷纷掉落，沉重的踱步声在客厅响起。我知道那只黑熊正在找我，我赶忙拿出手机给张叔发消息：张叔，现在黑熊在我家，千万别上来。信息发出去后，可一直没有等到张叔的回复，但黑熊咆哮的声音却让更多的业主听到。你们刚刚有没有听到门外的怪叫？好像真是什么动物的声音。我怎么没听到？你们怎么和503的业主一起跟大家开玩笑？我也听到了，确实有声音。见状，我赶忙回复：我没有骗你们，都锁好门窗，黑熊真的来了。此话一出，群里炸开了锅，所有人都密切地关注着我所在的单元楼。这时我在群里询问他们有没有看到张叔，因为张叔刚刚说要过来，但现在我发消息却没有人回复，大家众说纷纭，但都联系不上张叔。我正为此紧张时，客厅的脚步声却越来越近。难道黑熊发现我了？我紧紧地捂着嘴巴，生怕自己喘息的声音被听到。柜子外突然传来了细小的吸气声，我这才反应过来，狗熊的鼻子可要比人类灵敏，就算我不发出声音，光凭味道它也会找到我。那声音离我越来越近，仿佛与我只有1米之隔。听声音，它应该是打开了冰箱。我暗自吁了一口气，还好冰箱里有半罐蜂蜜。柜门外又响起了一声清脆的金属声，好像什么东西掉了。紧接着那呼吸声再次贴近，而且指甲摩擦柜门的声音也渐渐响起。我紧紧地闭着眼睛，不敢面对柜子外的黑熊。就在这时，我听到楼道响起了欢快的脚步声，黑熊仿佛也注意到，吭哧吭哧地向外走去。会是谁在门外？我紧张地掏出手机翻看着群内的信息，明明所有人都回复了消息，不应该有人伤了我。我扫了一眼时间，糟了，现在是放学时间。走廊外果然响起了孩子哼歌的声音。是妹妹。
601家的小丫头，每次放学遇见她的时候，都会兴高采烈地向我问好。黑熊也被这突然传来的声音所吸引，我知道如果我不出去就贝贝，他肯定会出事。我缓缓地推开柜门，露出一个缝隙，发现黑熊此时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门外，完全没有注意到我。在我的印象里，501的房门是开着的。我想到了一个办法，但太危险了，机会只有一次。我的双腿一直在打颤，走廊上的脚步声越来越近。我屏住呼吸离开柜子，悄悄地躲在黑熊的身后。当贝贝出现在视线内的时候，我和黑熊都行动了。孩子一瞬间被吓得呆在了原地。就是这个时候，我猛然冲过去抱住了他，借着向前的冲力，带着贝贝进入了501。黑熊显然是没有想到我的动作，他气急败坏地向我冲了过来。我连滚带爬地关上了房门，气喘吁吁地靠在门上。刚才实在太紧急了，我都没注意到自己的腿被刮掉了一大块皮。我安抚了一下贝贝，而门外又响起了撞门的声音，那只狗熊的力道越来越大。正感到绝望的时候，一阵铃声响起，我趴在猫眼上向外看去，发现我家单元门锁的铃声响了起来。可下一秒，客厅传来的声音让我冷汗直流。小姑娘，我是张叔，物业让我过来给你送东西，你开下门。张叔果然还是来了，而且这个黑熊还接通了电话，像是在模仿人说话一样。我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一切，难道那只黑熊真的听懂了张叔说的话？而且接完电话后，黑熊居然向着楼下走去。我赶忙给张叔拨通了视频电话，我在房间内焦急地等待着。过了半晌，张叔的面庞才出现在手机屏幕中。姑娘，你没事吧？你的家里怎么这么黑？张叔，我家进了头熊，我知道你很难相信，但现在那头熊下楼了，你赶紧跑，不然……还没等我说完，我就听到楼下单元门开锁的声音。张叔接电话的时候还一脸轻松，可门被打开的一瞬间，他露出了惊悚的表情，又是一声惨叫，紧接着视频通话便中断了。我倒吸一口凉气，赶忙打开门，对着楼下大喊：“我就在楼上，你不是要吃我吗？来啊！”我虽然很紧张，但我想吸引黑熊上楼，这样他就没机会再伤害张叔了。黑熊的咆哮声在楼道里再次回响，我看着躲在我身旁瑟瑟发抖的贝贝。虽然这个举动吸引了黑熊，但终究是杯水车薪。我咬了咬牙，离开了房间，并告诉贝贝不要给任何人开门。说罢，我便向着楼上跑去。我现在只能吸引黑熊，争取能和黑熊错开下楼的位置。毕竟我们小区除了楼道，还有一个额外的消防通道。可腿部的伤让我很难上楼，好不容易一瘸一拐的上了几层，腿部的疼痛差点让我昏厥过去。可我一回头，却发现黑熊已经出现在身后。在和黑熊对视的一瞬间，他张着血盆大口扑向我，我绝望地闭上了眼。几声微弱的响声响起，等我再睁眼才看到，帽子叔叔使用麻醉针控制住了黑熊，而我也被顺利救下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当时张叔看到黑熊后就躺在地上装死，而我的声音正好吸引了黑熊。被捕的黑熊很快也被人们认了出来，正是之前在荒山上居住的黑熊。当时人们在铲平荒山的时候，就能在工地听到黑熊吼叫的声音。也许黑熊觉得是我们人类占据了他的家园。现在黑熊已经被送往动物园，得到了妥善的安置。至于501和401，在两人看到黑熊的第一时间就被拍晕了，所幸并无大碍。当帽子叔叔问起我是怎么发现黑熊的时候，我想起了那篇帖子，可在翻看手机却发现它消失了。看样子是我改变了未来的结果。也许冥冥之中，那条帖子就是希望我能扭转未来，避免悲剧的发生。过了半个月，我几乎忘记了这件事，直到我去动物园游玩的时候，我又看见了那只黑熊。它完全没有了那天的凶残，眼神中也露出些许安心。只不过它在认出我后，便目不转睛地盯着我，回想起那天它的种种行为。难道它真的只是一头普通的黑熊吗？本院没有儿科，如果听到儿歌，请一定保持清醒。我猛然从床上坐起，看着空荡荡的房间，我心里十分疑惑。这是哪里？远处悠悠地传来了一阵歌，我好奇地寻找着声音的来源，四处观察后，只有床头放着一张纸：欢迎入住麻吉医院，所有病人请注意以下规则：1. 本院没有儿科，如果听到儿歌，请一定要保持清醒。2. 请扔掉你看到的玩具熊，因为你不喜欢玩具熊。3. 医院里没有医生，但你要相信医生说的话。4. 请尽量不要乘坐电梯，楼梯对你来说是更好的选择。5. 不要随便照镜子。看样子我这是在医院。我刚站起身，一个浑身缠满绷带的人赫然出现在我的面前。我被吓得跌坐在床上，仔细一看，原来墙上正挂着一面镜子。我小心翼翼地看了过去，里面并没有出现那个骇人的身影。难道规则是真的？这一切都太过诡异了。我急急忙忙地离开了病房。我记得我来这里是给孩子看病的，可我想不起来孩子在哪里。我必须得找到他。可不知道为什么，医院的走廊上和病房里一个人都没有。有人吗？我小声询问着，可留给我的只有空荡荡的回声。忽然间，走廊上又响起了那阵诡异的儿歌，我感觉自己的头越来越沉。本院没有儿科，如果听到儿歌，请一定要保持清醒。想到这条规则，我咬了咬牙，坚持着不让自己睡着。刺耳的铃声突然响了起来，我猛然来了精神，难道还有其他人也在这家医院？
我顺着声音来到了护士台，发现声音来源正是病床的呼救铃，我整个人汗毛都立了起来。我明明记得那个病房是没有人的呀，这一切都太诡异了。我紧张地往后退了2步，不小心打翻了桌上的病历本。慌乱间，我注意到护士的登记表上有我女儿的姓名，此刻她正在6楼的病房进行治疗。确定病房的位置后，我正准备前往，可一转头却发现远处的地上正放着一只小熊玩偶。那个小熊玩偶就像是有生命一样，紧紧地盯着我。这个玩偶刚刚就在这里吗？这一切让我更加害怕了。我要赶快带女儿离开这个瘆人的地方。我赶忙寻找着上楼的通道，发现电梯和安全出口正处于道路尽头的2侧，请尽量不要乘坐电梯，步梯对你来说是更好的选择。这条规则突然出现在我的脑海里，想到今天发生的一系列诡异的事情，我咬了咬牙，还是决定步行上楼。正当我准备推开门时，身后的电梯突然发出叮的一声声响，电梯门缓缓打开，空无一人的电梯却显示着超载。我被眼前的异常吓得冷汗直流，立马转头快步往楼上走去。你上来干什么？快下去，跟着歌声走！我被突然出现的医生吓得定在了原地。你听不懂吗？快走！说罢，医生就黑着脸向我走来。医院里没有医生，但你要相信医生说的话。看着他魔怔的样子，我掉头就跑。歌声再次响起，我只感觉自己的眼皮在打架，困倦侵袭着我。他为什么一定要我跟着歌声走？难道歌声就是关键？我急忙顺着声音向着楼下走去，越是靠近歌声，我越是觉得耳熟。歌声就来自1楼走廊的尽头。我来到房间门口，透过玻璃看到几名医生正围在手术台上。就在这时，其中1名医生让开了位置，我突然发现那躺在手术台上的人竟然是我自己。我想起来了，丫头，这里车多，不要乱跑。妈妈，你看，这里有个小熊玩偶啊！丫头，让一让！医生，救救我家丫头，求求你了！没事，孩子只是晕倒了。哎，女士，女士！只要宝宝害怕，就唱这首歌，妈妈就会出现啦。没事，妈妈来了。